哈喽，各位木友，欢迎回到木头人543的第6集。在前几集中，我们其实都在处理木材的外观，不管是锯出笔直的线条，还是用刨子修出镜面般的平面，这些都是针对外部的整形。但是，如果你想做出一件能传家100年的家具，光有外表是不够的。家具结构的灵魂在于内部的连结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榫卯。而要做好榫卯，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精确地挖出一个完美的榫眼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要深入木材的内部，根据我们手边这本苏联经典教材《细木工作业》，作者库科索夫把这一集的动作凿削与钻孔形容为一种受控的破坏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你必须移除多余的木材，挖出一个洞，但同时你绝不能破坏剩下结构的完整性。这是一门关于减法的艺术。很多新手在挖榫眼的时候，最常遇到的挫折就是把洞口凿烂了，边缘毛毛躁躁，或者是凿子卡在木头里拔不出来，甚至一用力就把木头撑裂了。这通常是因为你混淆了切削与挤压这两个物理概念，甚至选错了工具。首先，我们来打开老匠人的工具包，看看凿子这个家族。在中文里，我们统称它们为凿子，但在苏联教材里，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，功能截然不同。第一种叫做平凿，英文叫 flat chisel， 它的特质是刀身比较薄，刃角的角度比较小，大约只有20到25度。这种凿子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木工的手术刀，它的任务是用来修整。当你榫眼挖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你要用它来把内壁削平，或者把榫头修整到刚好能塞进去。因为它的刀身薄，角度小，所以它非常锋利式，和用手去推。但是书中发出了一个严重的物理警告，除非你是用那总特制的重型凿，否则绝对不要拿铁锤去大力敲击。这种平凿因为它太薄了，它承受不了冲击，它是设计来切断纤维，而不是用来当楔子的。第二种叫做榫凿，英文叫 mortise chisel，这才是你挖洞时的重型坦克，它的刀身非常厚，截面几乎接近方形，刃口的角度也比较大，大概30到40度。手柄末端通常还会有铁环加固，怕被你敲裂。为什么要设计得这么厚？因为它的用法是专门用来凿深孔的，它适合敲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运作原理包含了杠杆作用。当你用力敲下去之后，你会需要前后摇晃，把木屑撬出来。如果是一般的平凿，你一撬可能就断了，但榫凿厚实的脊梁就是为了让你把它当撬棒使用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凿子很难拔出来，或者怕凿子断掉，请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拿手术刀在开矿。选对了凿子，接下来我们要讲凿削的物理学。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凿下去，木头就从旁边裂开了？这是因为你违反了横向切断法则。库科索夫在第82页传授了一个心法，第一刀永远要从木纹的横向开始切断纤维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你顺着木纹凿下去，凿子就像一个楔子，会顺势把木头纤维撑开，这就叫劈裂。所以你要先在画线的两端垂直把纤维切断，接着要使用所谓的阶梯式凿削法。这个动作很有节奏感。第一步，垂直下刀切断纤维。第二步，把凿子往后退一点，稍微倾斜，把刚才切断的废料挑起来，然后重复这个动作，一层一层往下挖。千万不要试图一次凿到底，那样只会卡死。还是有一个新手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背面崩裂。当你凿穿一块木板的时候，如果你从正面一路凿到底，当凿子快要穿出的那一瞬，肩背面的木头只剩薄薄一层，它支撑不住冲击力，一定会炸开，留给你一个很难看的破洞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永远不要从一面凿穿，你凿到一半身，就把木板翻过来，从背面凿过去对接。当两边的隧道打通时，你会得到一个干净利落的孔。讲完了凿子，我们来看看另一种开孔工具——钻头。在没有电动工具的年代，苏联工匠是怎么钻孔的？他们的钻头设计充满了几何智慧，这对我们现代人使用电钻也很有启发。书中特别介绍了3种古老但经典的钻头。第一种是匙形钻，长得像一个半圆形的汤匙，底部有刃，
这是最古老的钻头，它其实不是在切，而是在刮。它的优点是极难钻歪，而且因为它是圆弧底，你可以随时调整钻孔的角度，但缺点就是慢，排穴很费力。第二种是非常聪明的中心钻，这个设计真的很绝，它的中间有一根尖刺，负责定位，旁边有一把像小刀一样的划线刃，还有一把负责铲土的铲刃。运作的时候，中间的尖刺先刺入木头，接着旁边的划线刃会先转一圈，把孔壁周围的纤维干净地切断，最后铲刃才把中间的废料铲起来。这个顺序非常重要，因为先切断了周围的纤维，所以表面绝对不会撕裂。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钻头类似现代的平底钻或开孔钻，钻出来的洞边缘会像雷射切割一样干净。第三种是螺旋钻式合钻深孔，它有一个像螺丝一样的尖端，你只要转第一圈，那个螺纹就会咬住木头，利用螺纹原理自动把钻头往下拉，你几乎不用出力压，它自己会钻进去，而且长长的螺旋槽能像输送带一样把木屑排出来，这在没有电力的时代是省力的极致发明。不过手钻最大的挑战就是垂直度，你怎么知道你钻的直不直？苏联教材建议的方法很朴实，绝辅助，在钻孔位置旁边放一个直角尺，钻的时候眼睛瞄一下钻杆是不是跟尺平行。在以前的学徒制里，甚至是一个人钻，另一个人站在侧面帮忙看角度。另外，钻孔也跟凿孔一样，会有出口撕裂的问题。如果你是一口气钻到底，出口处一定会炸开。解决方法除了减速之外，书中强烈建议在木板底下垫一块废木料，而且要加紧，让钻头钻穿弓箭后，直接钻进废料里，这样出口处的纤维被废料顶住了，无处可逃，自然就不会炸开。最后，我们要谈谈磨锐。凿子的磨法跟刨刀很像，背面必须绝对平整。为到增加刃口的强度，你可以在磨好的斜面上，再轻微抬高角度，磨出一道极窄的第二斜面，这叫围道角，这样刀口会更耐用。至于钻头，这里有一个绝对禁忌，只能磨内侧面，绝对不能磨钻头的外圆柱面。如果你把钻头的外径磨小了，它钻下去的时候就会因为直径变小而卡住，而且钻出来的孔径也不准了。今天的内容涵盖了从凿子的选择、阶梯式凿削法到钻头的几何原理，这些都是为了让你精确的移除木材，而不是破坏它。依照惯例，我要给大家出一个课后作业，这个作业叫做听音辨位。请你拿一把凿子去凿废料，试图去分辨两种声音，